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末地刷沙机。那么这边刷出来的沙呢，我们将用于烧制玻璃以及拿来做 TNT。那么 TNT 呢，可以说是工业发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之一。不光是树厂，还有造石机，以及之后要做的盾构机，还有世界吞噬者，全都是基于 TNT 的基础之上。这边的刷沙机呢，不光可以做在末地祭坛，同时呢，也是可以做在主世界的末地传送门那里。我们只需要把末地框架把它给破掉。那么破掉末地框架呢，和破基岩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主世界的末地传送门呢，它只有9个传送门方块，所以呢，做在主世界呢效率就会低一点。而且在主世界做刷沙机的话，刷过来的沙必须在末地有人挂机，否则这边的沙它是不会加载的。但是做在末地祭坛的刷沙机呢，转到出生点那边的沙的话，由于出生点的区块呢它是默认加载的，所以刷过去的沙它就会直接被我们的漏斗给收集到，我们就不必非要跑到对面的世界，然后去加载才能够收集到这些沙。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进阶的树场。我们在前几期呢已经做了一个白桦树场，当然那个白桦树场呢，它的局限性就比较大，我们只能够种植白桦木。如果我们需要其他类型的木头呢，所以我们还是得来做一个更加广泛应用的树场。那么我们待会要做的这种树场呢，是除了深色橡木不能种以外其他的树苗都可以种。那么这种树场的建造难度呢也是大很多，所以想来学习怎么做树场的小伙伴呢，今天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吧？我们准备开工吧。那么建造这个树场呢，我们需要做很多活塞。我们上一次挂机这里刷了很多原木，这个木头我们不缺，石头呢也是一大箱一大箱的，红石我们可以跟村民交易。那我们来做几组活塞。我们做活塞呢也不用那么吝啬，有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原谅我们根本不缺。我们这个树场还是住在老地方吧，就住在刷怪塔旁边。树场呢它是很吃骨粉的，我们就选址在这里。我们还是和上次那样，我们先做一个发射器。那么这个发射器大家千万不要拿错工了，拿这个自己的带附魔的工它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千万不要拿错工了。一个发射器，然后再做几个投掷器。关于这个树场呢，我先提前说一下，树场的设计是我之前在 B 站看到有一位玩家叫做宇航员，他做的这种5×5的树场，上面的树叶都是2次地推，树干呢这里有一个是3次地推，所以这个会有点难。但是由于现在有侦测器以及粘液块这些东西之后就使得3次地推就比较简单，不像以前远古版本的树场就做的特别复杂，那个电路特别复杂。那么我今天来做的这个树场呢，是在宇航员的基础之上来改的，也会简单很多，包括后面的树场重组的部分，原木重组我就都没有把它做进来，就用2个 TNT 直接进行爆破，使它们变成掉落物。那么树场做的简单呢，也方便我现场来解说，要是太难了，我可能解说不一定能够解说得好，然后观众也不一定能够听懂，所以呢，我就争取能够把这个树场能够做的有多简单就有多简单。我觉得我设计的这个已经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了，大家不要再说看不懂。之前做的那一种树场真的是一看就懂，这个呢可能要稍微难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你只要拿其他人的做的一些树场对比一下，觉得我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么至于宇航员的原视频呢，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可能他自己把它删了吧，也许是他真的去当宇航员了吧，所以就没有再弄 B 站这个账号了。那么这个也是很可惜的，大家也没法再看到他自己原本的设计是怎么样的。我们做树场呢还需要一些黑曜石，粘液块呢它是粘不走黑曜石的，而且黑曜石呢如果上面再铺红石的话，还可以传递红石信号，能够使黑曜石它能够充能。刚刚挖黑曜石我看到了这边有钻石，自从有了那些高科技之后我现在对钻石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完全都不想挖，挖了反而会觉得占我的背包的格子，现在背包的格子真的很紧张，就只有2个空位，所以我现在钻石真的一点都不想挖。这个黑曜石呢就是用来放在这里的，它是不会被粘液块给粘走，同时呢它也可以传递红石信号。这个方块这里是一个2次地推，通过粘液块的一个2次地推，我们这里可以弄一个火把给它充一下能，就可以知道它是干嘛的了。给它充能，好，可以看到这边活塞它是往前推了2格，它最开始是在这一格，但是呢它可以把方块顶到这前面第2格来。那这个2次地推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其实这里好，这里一个侦测器，侦测器呢它可以先把信号传给它，使这个活塞
把它推出去。它推出去之后，它可以把这个粘性活塞粘出来。粘出来呢，我们再给这个活塞给它充能。这个活塞我们要怎么给它充能呢？好，这里不是很好站呢，这个角不是很好站。我们通过这个半砖能够将红石信号往上传，继续往上传这里来，对吧？再给它激活，这样就形成了一次二次递推。那其实就是下面的侦测器给里面的活塞充能，把它推出来，它就使好有点看不见了，它就使这个活塞把它粘到外面来了，然后再把这个活塞激活，它就可以使这个方块啊推2格。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火把灭掉，它就缩回去了啊，这就是一次二次递推，它能够推2格，并且呢缩回去能够还原啊，这就是一次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二次递推。那么这个二次递推真的是很简单了，比传统的通过那个红石布线要简单得多。好，我们最后再来检查一下刚刚做的二次递推是否能够让它们全都给推出啊。这里插上一个火把，看一下，好，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它们全都推到这一排来了啊。好，我现在把2边都给做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2次递推还有3次递推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模拟一下这边的树长起来的样子啊。我们这里放一个方块，就等于这下面树苗长成了原木，然后这里面放了几个探测铁轨，就表示里面放的有物品就行了。只要里面放的有物品，到时候这个发射器里面是要放骨粉的，用来催熟。反正现在里面只要有东西就行了，有东西这个比较器它可以隔着这个方块检测里面有物品。好，放上去。好，刚刚应该是卡了一下啊，应该是卡了一下，我们再放一遍。好，所有的活塞都可以推啊，所有的活塞都可以推。这2边呢，有粘块的这2边它是2次递推，那么这中间是3次递推。它是怎么3次的呢？它前面2次是被这个粘块粘到这一排来了，这一边的方块能够到这一排，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那么它是如何到第2排之后，然后再伸出活塞臂的呢？啊，就是取决于这里的有个侦测器。那么这个侦测器它是朝这个方向的，用来激活这边的活塞。那么侦测器我们可以知道它激活是怎么激活的呢？假如这里有2个活塞，像这样竖着放，我们只要给它更新一下，这下面2个活塞它都可以激活的，它可以同时激活2个活塞，所以这里的3次递推就是这样实现的。我最后呢是把这里的比较器把它的线往后面接了，这里要加一个中继器，要扩大它的信号，否则的话这里面物品很少的时候，它这里比较器它就发出的信号就很弱，所以这里必须要通过中继器把它放大，然后连到这后面2股红石线，这边右边是一个半砖上行的这么一个线路，左边也是的，2边都是的。那么这里的粘块为什么要2边交叉的这样放呢？那是由于这个粘块啊，右边是只能粘这一个，左边呢是要粘第2个。如果全都放在水平的都是一样的高的话，这样推出来它就只能13579这样推出来，所以2468它就没法推。那么这边粘块这种布置啊，就得交错的布置。现在这个树场我也已经做好了3面，这3面的活塞呢是这样子的。第一面，这个是往外推的那一面，我们到时候要把原木从这个孔里面往外推。这2面的活塞墙呢，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看到它们的造型啊，都是粘块、玻璃、粘块啊，这边也是的。旁边的激活的红石线呢，一样也是这样半砖往上面爬，也是用到了黑曜石。而这2个侧面呢，这2个侧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这边我没有做，其实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这边也是个2次递推，这个2次递推呢是通过2个活塞，后面是粘性活塞，激活它们也是用这种半砖往上面传递红石信号。第1次推呢很简单，就是后面的红石给它充能，它就能够推出来。那么这前面这一排活塞靠什么给它充能呢？就是靠这个啊，它是旁边的这一排活塞墙上面有一个
侦测器，就是通过这一面墙这面的活塞，给它来个2次递推，推到这一格之后，它就可以正好给这个活塞再往前面充个能，再让它一直活塞壁就能够升到这一格。然而侧面的这个2次递推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时序调的不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粘块，对不对？时序调的不对，这个粘块就会把这个活塞把它粘到这个地方来，最后就会粘到这里来，它就不能够归位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下面的红实线，这边木头长出来呢，这里就会变成方块，然后被比较器检测到，往后面传递红实信号。如果这里没有锁信号的一个装置啊，如果直接把这个红实线往上面连会怎么样？那显然这个脉冲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活塞啊，粘性活塞它都不能够先把这个活塞拉回来，这后面的粘性活塞一定要把前面的活塞先给拉回来，如果没有被先拉回来，就会被旁边的这个粘块把它粘到旁边去，所以呢，这里的活塞就会全都粘到右边去，最后就不能复原了，这个树场就坏了。所以我这里弄了一个锁信号的一个电路，从这里接到这里来。这里呢，比较器呢，我是用的是减法模式，旁边接了2个中继器，一个4档，一个3档。那么这个7档的延迟呢，就是正好能够使这一边的活塞先收回来，同时呢又能够，同时呢又能够被它所激活。你这个时间如果调早了、调晚了都不行，如果调太早了的话，这边就先推过来了，结果这个活塞还没有推到位，所以呢，这个第2次递推啊，前面这个活塞它就没法伸出。我们最后要达到目的就是能够把所有的空间啊全都给塞满，无论是通过活塞还是粘块还是这些其他的方块，都要把这些空间全都塞满，才能够把上面的树叶都给处理掉。不然的话，树叶处理不掉，你最后树苗的回收率就肯定有问题，就收不到那么多树苗，最后树苗就会越种越少，就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电路啊，这边红实线后面是接到哪里呢？它的两边分别是接到了前面的一排活塞和后面的一排活塞，这两边呢全都是我们来看一下，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连，都是一样的连过来，然后这里要用一个中继器把它的红实信号扩大，因为这上面红实线要往上面爬升很多格，要爬这么多格，所以呢这里一定要放中继器把它的红实信号扩大，否则它是爬不上去的。这一边也是一样的。好，我们现在来种一棵树来看看。这个发射器呢，我们没有给它接高频，所以呢我就不用它来发射了，我们手动来给它催熟就行了。发射器里面呢还是要放东西，如果不放东西的话，这个比较器它就没法检测到有物品，就不会发出信号。好，我们来给它催熟，看一下树叶处理的怎么样。好，我们看到最终呢，这边长出来的木头全都被推到这边来了，它是可以被粘到这边来。这边来一个3次递推，原本呢这根木头应该是推在这一条线上，然后这边是粘块，可以把这一条这一格上面的木头再把它粘过去，所以呢它一次性这个木头就往前推了1格、2格、3格，但是最下面它只能够推1格，上面呢可以推3格。这个树叶也都处理掉了，像这一边这个空间，还有这一边这个空间，以及这边的空间，树叶全都被处理掉了，唯独就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活塞我没有铺，目前看来呢，这个树叶处理的部分还是一切正常的，没有出任何问题。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活塞的高度啊，我们这个活塞是放了12格，从最下面这一个，从这个开始数，这是1，然后2、3、4、5、6，一直数到最上，最上面呢是12个一共有12个活塞。好，我们现在4边的活塞全都把它给布置好了。这一头呢是我刚刚做的，这个红实线我们之前是只连到这一格，我们现在呢把它往后面延长。这边同样的用一个比较器，一定要把它开成减法模式。你如果没有开减法模式，上面的活塞就会被旁边的粘块给粘走。所以这里
再次强调一下，一定要把它弄成减法模式。这边档位仍然是打的一个4档一个3档，这里有一个中继器，这个中继器的作用呢是使这个红石信号能够传递的更远，才能够往上面爬。它本来从这一头接到这里来就已经走了很远了，它就已经没有多少强度了。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来种一棵树，看一下它处理的原木以及树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站在下面啊，我们挂机都是站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手动给它吹一下，由于我现在还没有弄下面的高频。好，处理的很快啊，已经比较快了，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些动作，这些活塞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很干净很利落。然后树叶呢上面也是全都给清空了，最后会掉到这里面来。我们最后要做的呢，就是把旁边都要给它封上，不然这个树苗它会掉的到处都是，会掉到外面去，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树苗的收集率。那么这个树场呢，我今天也就不讲太多了。本来这个树场它就难度是有点大的，所以呢，我把这个视频投稿之后，我再看一下观众们的一些反馈以及观众们的一些评论，看看大家到底有哪些地方不太懂。我觉得我这一期讲解的话，还是讲的比较透彻吧，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以及每个部件是怎么工作的都挨个把它讲了一遍。只不过中间的制作过程没有仔细的把它一点一点把它录下来。那么我们下一期呢就来讲一下树木我们是怎么样收集的。我们下期将会通过2个 TNT 将这些木头进行爆破，一上一下。我们也不会再做什么原木的重组这个部分。我想把这个树场能够做到最简单就尽量做到最简单。毕竟这样更加适合于初学者来研究这个树场。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树场的都会望而止步，会觉得这个特别困难。没错，树场是很困难，不过我相信我的改进的这个版本应该能够让很多新手慢慢的能够接触这个树场，开始研究这些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讲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消化这些内容。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